对，火候更好，撒孜然，多放点辣椒面。少爷，这黑水实在太臭了，左邻右舍都去衙门报官了，说咱们郑国公府在熬制瘟疫毒气啊！懂个锤子！这叫原油，是工业的血液。等本少爷把它分流出来，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光明了。沈四，你这目无王法、丧心病狂的狂徒！你的死期到了！好啊，好你个沈次！有人举报你私炼生化毒水，意图毒害京城百姓，图谋造反。本官原本还不信，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魏大人冤枉啊！我们少爷只是在煮泥巴玩啊！煮泥巴？谁家煮泥巴冒这么大黑烟？大宁律法，私制毒药、图谋不轨者，斩立决！来人，把这狂徒给我拿下，直接打入刑部天牢死囚去！魏杰啊，魏杰，你能不能别每次出场都这么大呼小叫的，很影响我吃烤串的心情，知不知道？很影响我吃烤串的心情，知不知道？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给我锁上！哎，打住，我自己会走。少爷使不得啊！少爷进了天牢，那可是要脱层皮的。哭什么丧？本少爷早就在府里待腻了，换个地方避避暑也不错。听好了，李四，本少爷去天牢度假这几天，你把我刚才烤好的红柳大肉串全都用油纸包好带上，还有地窖里的冰镇小饮料，记得给我搬过去。对了，千万别忘了把我那个大号玻璃杯带上，没有那杯子喝着没灵魂，记住了吗？少爷，您去坐死牢还要带这些玩意儿？废话，天牢里伙食多差呀！好，沈四，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到了天牢，我都要看看你还有没有命吃。带走！我说魏大人，你这香囊什么品味啊？还没我的原油好闻呢。你给我押入大牢，严加看管。等进了天牢，就算郑国公亲自来捞人也晚了。沈家这棵独苗，今天死定了。杰儿，这次你做得很好。郑国公一脉一向与我们不对付，沈四的那小子平日里斗鸡走狗也就罢了，这次竟然敢在京城重地熬制毒水，简直是自寻死路。老夫明日便能在朝堂上参郑国公一本，让他沈家永不翻身。父亲放心，那是儿子亲眼所见。那黑水恶臭扑鼻，熏得人头晕眼花，绝对是西域传来的生化奇毒。那姓沈的娇生惯养，又被关在最阴湿的死牢里，这会儿恐怕正缩在墙角里痛哭流涕呢。哼，一会儿不管他怎么哀求，你都不许松口，必须让他花样认罪。把门打开。你沈四，你这是在坐牢还是在赴宴？这牢房里的东西都是哪儿来的？哟，这不是魏大人和魏老大人吗？大半夜的跑天牢来，怎么也饿了？家里厨子刚送来的麻辣小龙虾还热乎着呢。这玩意儿大宁朝可没有，是我让人专门从南边的水沟里捞出来秘制的，配上我这独家酿造的冰镇小皮皮，绝配。要不要进来整点儿？放肆！沈四，你死到临头还不自知，你私炼毒水，证据确凿，如今又在天牢内贿赂狱卒，贪图享乐，简直是大宁律法如无物。魏首府，说话要凭良心。我熬的那叫原油，是改变世界的光明之物。至于我在这儿吃点东西，大宁律法哪一条规定死囚不能在临死前吃顿好的？我家厨子手艺好点，送餐的食盒大点，杯子稍微透明点，这也犯法？你那分明是妖水，黑烟滚滚，恶臭熏天。大宁朝的玻璃技术极差，哪怕是皇宫里也找不出这么纯净巨大的水晶杯。这小子到底是哪里弄到的宝物？皇上口谕，宣巡城御史魏杰、当朝首辅魏渊及嫌犯沈思即刻进宫，金銮殿见驾。听见了吗？惊动了圣上，今夜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来人，把他给我押上朝堂。哎，别动手，我自己走。舒坦。李四啊，把这虾收好，等少爷我上完朝回来当夜宵吃。你还想回来？哼，魏大人，准备好见证奇迹了吗？明天早上，你们会因为今晚的无知
而感到无比的羞愧。郑国公之子沈四胆大包天，竟敢在京城种地，大量私熬猛火油。那毒物散发的黑烟遮天蔽日，呕臭10里可闻。此等生化奇毒，若是不慎泄露或点燃，大半个京城都将化为火海。此乃动摇国本之重罪，请陛下立刻下旨将沈四斩立决。臣附议。臣亲眼所见，那滚滚毒烟，沈四此举分明是包藏祸心，意图谋反。沈四，魏省府弹劾你私炼毒物，意图谋反，你可有话要说？回陛下的话，魏大人可能岁数大了，眼神和脑子都不太好使。我熬的那东西可不是什么毒水，那叫原油，是上天赐予大宁用来照亮万世的光明神物。一派胡言！猛火油自古便是毒火，燃烧时浓烟呛皮，连狗都不愿靠近。你竟敢在此大放厥词，欺君罔上！陛下，与其听某些人在这里干犬吠，不如微臣直接给您变个细上，只需1炷香的时间，微臣向您证明什么是真正的光明。准了。你需要什么？把臣在后院用的那口大锅，还有那些铁管子，全搬到大殿外的御阶上来。点火，大火猛烧。陛下，您看，这毒气简直令人作呕，沈四死罪难逃。急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这怎么可能？黑泥里怎么苦出清水来了？没文化真可怕。这是神火，这是天上的神火降世啊！好，不畏风寒，无烟无臭，明如白昼。沈四，你竟然真的用那等废料制出了此等神物，此乃大宁之福，天下之福啊！陛下过誉了。沈四，你立下如此经世之功，朕要重重赏你。工部尚书年事已高，朕即刻封你为工部左侍郎，总揽天下工匠，专司为大宁提炼此等煤油神物。开什么国际玩笑？那就是包工头加研发总监。大宁朝每天寅时就要在午门外排队上早朝，这要是当了官，以后还有时间睡懒觉，还有时间去勾栏听词、吃宵夜、打麻将。陛下使不得。微臣自幼体弱多病，吹个风都要咳3天。这工部的差事太重，微臣恐怕熬不过3个月，就得英年早逝啊！微臣只想做个混吃等死，不，只想做个安心静养的闲人。你想要什么赏赐？金银珠宝，还是良田美谈？微臣不要钱。微臣听说京城西郊外有几10里寸草不生的死亡沼泽，那里常年往外冒黑色的泥浆，鸟兽绝菊。微臣这提炼煤油的法子需要大量的原油，不如陛下就把那片废弃的死亡沼泽赐给微臣作为私人封地吧。死亡沼泽？你确定只要那片不苗之地？微臣就喜欢清静。好，既然你执意如此，朕便成全你。传旨，赐镇国公之子沈次京郊西侧100里死亡沼磨为私人封地，免其赋税，另赐黄金1万两，作为提炼神油之资。谢主隆恩。快，把这边的坑填平，木桩打深一点。这架子要是塌了，本少爷扣你们工钱。那边的铁锅架好，管道接口必须用我特制的粘土和麻丝封死，漏一丝气，这锅油就全废了。这才是生活啊！爽。这位公子，您不能进去，这是我家少爷的私人禁地。滚开！本公子要去哪儿，也是你一个奴才敢拦的。沈思，你简直是大逆不道！父皇对你寄予厚望，把如此重大的差事交给你，
你竟敢在此地贪图享乐，荒淫无度！哟，这不是公？叫我黄公子。行行行，黄公子，我怎么就大逆不道了？我既没贪污国库1分钱，也没强抢民女，我花我自己的钱享受一下人生，犯大宁律法了？你，外面那些百姓在烈日下为你卖命，你作为主事者，不仅不与他们同甘共苦，反而躲在这里享清福，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哼，黄公子，你这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去问问外面那些工人，他们是愿意跟我这个老板同甘共苦，一起去饿肚子，还是愿意一天拿3倍的工钱，顿顿大块吃肉？沈大少爷给3倍工钱，咱可得好好干。回头我在家给沈大少爷立个长生牌位。怎么，渴了？要不尝尝我这独家秘制的冰镇黄麦水？本公子才不喝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里面下毒？不喝拉倒，我还舍不得呢。沈四，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我今天来是替上面来看看进度的。你在这荒郊野野待了3天，除了搭了这个奢靡的棚子，到底练出了一滴那什么煤油没有？若是你敢用障眼法欺骗朝廷，那是诛9族的大罪。算算时间，第1炉应该也差不多了。出油了，少爷，出油了！少爷，您真是神仙转世啊！按照您的法子，那黑泥巴过了一遍大铁管子，真的变成清水了。这全都是煤油，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黄公子，你看好了，不出半个月，我这片沼泽地每天产出的煤油将足以点亮大宁朝的每一个黑夜。我要让大宁的京城成为一座真正的不夜城。我要让那些用劣质蜡烛吸血的商贾世家连底裤都赔个精光。哎呀，冰块放太多了，有点感冒。李四，快给本少爷把摇椅搬到太阳底下晒晒，再给我烤2串羊肉串驱驱寒。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考！3天，才短短3天，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败家子，竟然真的在那片烂泥地里弄出了一整桶那什么煤油，而且纯净度比在金轮殿上展示的还要高。父亲息怒，儿子已经派人去查探过了。镇国公府在那片死亡沼泽雇了上千个流民，还架起了10几口极其古怪的大铁锅。照他们那个日夜不停的熬煮速度，恐怕不用半个月，产出的煤油就能堆满几个大仓库。绝对不能让他成气候。杰儿，传老夫的口信给京城商会的几大会长，从今日起，全京城所有的蜡烛、膏油铺子立刻关门歇业，市面上的存货全部囤积起来，一滴油、一根蜡烛都不准卖。父亲，若是如此，整个京城一到晚上，岂不是要陷入一片漆黑？若是惹得民怨沸腾，蠢货，要的就是民怨沸腾。断了全城的灯火，百姓必定恐慌。就说沈四在死亡沼泽触怒了地下妖邪，导致京城风水大乱，神明降罚，这才让大家无油可用。沈四那煤油产量再大，他现在也只有区区1个作坊，怎么可能满足整个京城100万人口的需求？只要老百姓的怒火被点燃，就算是皇上也保不住他。我要让这小子知道，在大宁朝做买卖到底是谁说了算。父亲高明，儿子这就去办。掌柜的，求求您了，卖我一根蜡烛吧，哪怕是最劣质的动物油也行啊！我儿子明早要献考，晚上还得读书啊！买不到了，全城的油铺都关门了。听说是镇国公家的那个败家子儿，在城外挖烂泥，惹怒了龙王爷，把咱们大宁的地基给断了。造孽呀！那个纨绔大少爷自己天天享乐，却害得我们连晚上纺线都做不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少爷，您怎么还有心情吃啊？外面都闹翻天了。魏家联合了所有商会，把全城的油和蜡烛都断了。现在外面的人都在骂您是灾星呢。再这么下去，愤怒的百姓非把咱们的铺子给砸了不可。砸铺子？借他们10个胆子！魏渊这老狐狸玩垄断断供这一套，在常人那里或许好使，但在本少爷面前，简直就是笑话。他不仅没断了我的后路，反而免费帮我做了一场全城级别的饥饿营销，全京城的人现在都极度渴望照明，这可省了我一大笔广告费。沈四，你不是能耐吗？你不是能变出那什么煤油吗？你看看现在的京城，没有我们魏家的蜡烛和膏油，整个大宁就是个瞎子。
我倒要看看你那几锅泥巴水怎么救得了这满城的百姓。魏大人，你大半夜的不睡觉，跑来给我沈某人的新店开业当暖场嘉宾，真是辛苦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给我砸！慢着，魏家囤积居袭，吸食民脂民膏，让京城陷入黑暗。今天我沈四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属于新时代的光明。李四，给我扯红绸，点灯。是，少爷。神帝，这才是神迹啊！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在3天内造出这么多？各位京城的父老乡亲，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这叫煤油灯，不怕风吹，没有黑烟，比那些恶臭的高油亮10倍。魏家断了你们的灯火，我沈四给你们补上。从今天起，大光明阁正式开业。沈少爷，您这神灯如此明亮，必定价格不菲吧？我们这些穷苦人家如何用得起呀？问得好，我知道大家被那些黑心商人坑苦了，所以我宣布，大光明阁的煤油售价只有市面最劣质动物油脂的1/10。沈四，你疯了！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你想拉着整个京城商会同归于尽吗？成本。不仅如此，为了庆祝开业，今晚凡是在大光明阁购买玻璃灯具的顾客，本店免费赠送1个月的煤油用量，买1灯送1月，买灯送油，先到先得，送完为止。买灯送油，天底下就有这等好事！快给我来10盏灯，别挤我，我要买20盏。沈少爷才是活菩萨，魏家那帮吸血鬼，还早倒闭关门吧！魏家的油库全砸手里了。油路被他断了，那就断他的一路。父亲，那片烂泥地里现在聚集了上万名苦力和家属。大宁重农抑商布片原本就极其短缺，儿子已经勒令京城及周边4大商会，任何人不得向死亡光左收冒1寸布料，1根麻线也不许给。这帮泥腿子赚了钱，却买不到衣服蔽身。眼看天气转凉，我看他沈处拿什么稳住人心？只要沼泽地发生暴乱，老夫就有借口调动经营大军，直接以镇压叛乱的名义去接管他的油田。少爷，这些海物可是快马家店用冰块镇着从渤海湾运来的，您这吃法也太奢侈了。赚钱不就是为了花吗？来，吃口生蚝，补补身子。少爷，出麻烦了。怎么了？炼油锅炉炸了？那倒没有，锅炉好着呢。是2件事，第一，魏家那帮天杀的断了咱们的布料供应，工人们手里虽然发了大量的铜钱，但进城连一块破麻布都买不到，大家伙干活费衣服，不少人现在都快衣不蔽尸了，再这么下去，人心会散啊。那第2件事呢？第2件事更让人头疼，少爷，咱们熬煤油剩下的那些黑色废渣实在太多了，现在已经快把那个战坑填满了，这玩意儿黏糊糊的，点也点不着，工人们都在抱怨，不知道该把这些脏东西拉到哪里去扔。扔？老李啊，老李，魏家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这是在给我送钱啊！少爷，这又黑又臭的废渣还能换钱？废渣，在别人眼里这是废渣，在我眼里，这就是一座比煤油还要赚钱的金山。走，带本少爷去看看那些脏东西。李四，去把我昨天让工匠用琉璃打造的那些个烧瓶和蒸馏管拿来，再让人去库房把咱们用来提存火修用的那些强酸溶液端过来。老李，去拿一块最便宜的、洗得发白的破麻布来。少爷，这是仙法吗？仙个屁，这叫化学。去打盆洗澡水来，给我使劲搓。不褪色，这颜色竟然洗不掉。魏渊啊，魏渊，你不是掌控了大宁的布匹和染坊吗？今天，本少爷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诸位看官，天一阁神布采用海外仙山秘法染制，色彩艳丽，天下无双，且水洗10000次，绝不褪色。让开让开，昭华公主驾到！这世上竟有如此纯粹的紫色。父皇祭天时穿的九阵法服，颜色也不及这一半的鲜亮啊！公主殿下好眼力，这叫紫气东来。既然公主喜欢，这匹布就当是微臣送给殿下的见面礼了。沈大少爷，你这布一匹要卖多少银子？我沈四做生意讲究个与民同乐，这紫布和红布，不论丝绸还是棉麻，每匹售价5两白银。沈少爷又做慈善了，给我来10匹，我要给我娘子做一身紫袍。别挡着本夫人，天一阁的布我全包了。地图缠住我，承载大雾君山。报800里加急！启禀陛下，北方苍狼国纠集10万精锐铁骑，连破我大宁、北境3道防线。如今10万大军已兵临镇北关下，关内曹只够支撑7日。若镇北关一破，苍狼铁骑便可长驱直入，直逼京师啊！10万铁骑，苍狼国这是倾国而出啊！我大宁步兵巨多，2条腿怎么跑得过苍狼国的4条腿战马？镇北关若是失守，京城危矣，这可如何是好？慌什么？天还没塌下来呢！兵部尚书何在？京营还有多少兵马可以调动？回陛下，京营虽有20万大军，但多为部卒与弓弩手。若要长途跋涉驰援镇北关，粮草辎重调配至少需要半月时间，远水救不了近火啊！废物全都是废物！平日里一个个自诩国之脊梁，大难临头竟无一人能替朕分忧吗？陛下息怒，老臣以为镇北关之危有一人可解。首府快说，何人能退10万苍狼铁骑？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正是工部左侍郎沈四，沈大人。沈四，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纨绔，如何退敌？陛下明鉴。沈大人天纵奇才，乃是上天赐予我大宁的将士神明啊！您看，他能把发臭的恶泥变成明亮如照的神灯煤油，他能把漆黑的废招变成天下无双的紫气东来布。如此通天彻地的仙家手段，区10万苍狼蛮夷算得了什么？只要沈大人亲自出马，必定能召唤神雷天火，将那些蛮族烧得灰飞烟灭。为了大宁江山社稷，老臣恳请陛下即刻拜沈四为监军主将，即日启程驰援镇北关。臣等附议，沈大人聪明绝顶，定能退敌，请陛下下旨。来人，立刻传沈寸进宫见驾。臣沈四参见陛下。不知陛下这么急召臣来，所谓何事？微臣后院的秘制烧烤才刚烤到一半呢。沈卒，边关告急，10万苍狼铁下兵临城下。你身为朝廷命官，不仅不思报国，竟敢在金銮殿上饮酒食肉，成何体统？哦，打仗了？打仗你找兵部啊？你找我一个管后勤工厂的干嘛？怎么，你想让我去给敌军烤串儿，把他们撑死？沈四，魏首府极力向朕推举，说你身怀天纵之才，有仙家退敌之法。朕决定封你为镇北监军，即刻领兵出征，退10万苍狼铁骑。这老登心真黑啊！明知道老子连马都不会骑，居然推举我去对付10万清人兵，这是想借蛮子的刀剁了老子。
陛下，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陛下明鉴，微臣就是个一无是处的败家子儿啊！微臣平时走2步路都喘，看到杀鸡都晕血。您让我去面对10万如狼似虎的蛮族骑兵，那不是给人家送下酒菜吗？首府大人说臣会仙法，那纯粹是放屁！不信您让他来摸摸臣的脉，跳得比兔子还快呢。沈大人过谦了，若是没有仙法，你怎么能变出那煤油和神布？如今国难当头，沈大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大宁百姓生灵涂炭吗？沈四，君无戏言，朕已经决定了。你若能退敌，朕不仅不追究你殿前失仪之罪，这大宁朝的国库将来随你调拨，用于你的工部开销。你若不去，那你那片死亡沼泽的封地，朕恐怕就要收回，交给兵部去统管了。陛下，臣答应去镇北关退敌，不过臣有3个条件。说，只要能退敌，朕什么都答应你。第一，臣不要朝廷一兵一卒，京城那20万步兵去了也是给骑兵当活靶子，臣只带臣沼泽地里的那500个挖井工人和护卫。第二，臣需要朝廷立刻调备300辆最大的载货马车，而且所有马车的底盘悬挂必须按照臣马上画出的图纸进行连夜改造，加装弹簧避震装置。我要在马车上运一点我沼泽地的土特产。第三，这第3嘛，等微臣退了敌，大胜归来之日，微臣要为首府名下朱雀大街上那10间最繁华的联排大商铺无偿转让给微臣，作为微臣凯旋的贺礼。不知首府大人敢不敢赌？好，老夫答应你，只要你能活着回来，老夫亲自把地契双手奉上。爽快！陛下，诸位同僚，既然如此，那微倩就回去收拾行李，准备去边关搞一次规模稍微大一点的野外烧烤了啊！公子您看，就这帮泥腿子，连个阵型都走不齐。去了镇北关，怕是连苍狼国战马的一个冲锋都扛不住，全得变成肉泥。哼，送死吧！魏大人，回去告诉首府大人，那10间商铺的地契给我早点准备好，本少爷去就回。不知死活的东西，我都要看看你还能嚣张几天！快逃吧，别往前走了，前面是10万索命的活阎王啊！造孽呀！朝廷是不是疯了？怎么派一群火族去前线送死啊？第4，传令下去，全军安营交战。风景不错，今天中午搞个野外烧烤大聚餐。是少爷。沈大人，使不得啊！沈大人，兵贵神速，镇北关的守军还在苦苦支撑，随时可能破关。咱们已经比正常行军慢了1半了，怎么还能停下来游玩啊？林校尉，别那么暴躁嘛！这大热天的，走那么急容易中暑。再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我这些兄弟们吃不饱。可是到了前线怎么军情如火啊！火，我车上带的火可比军情大多了。开动！别可是了，李四，把本少爷准备的那些烤炉全搬下来，让兄弟们开动。林校尉，别愣着了，过来整点。下官有军务在身，不饮酒，不食肉。军务个屁！这儿我是主将。来，再配一口这个，去火。沈大哥，您这手艺绝了！等打完这仗，下官去您府上给您看大门去。好说好说，只要你别天天催我赶路就行。将军，朝廷的援军还不到吗？10万奇袭，经营就算倾巢而出，也不敢在平原上与他们野战。朝廷多半是放弃我们了。报！将军，援军，朝廷的援军到了！来了多少人马？是哪位将军领兵？楼上的兄弟们辛苦了，
赶紧开门接外卖。啊不，接援军。我车上还有半扇没烤完的羊排呢。这位大人，朝廷的兵马呢？粮草呢？难道经营就派了您和这几百个民夫来填这镇北关的坑吗？王将军，辛苦了。大宁朝没有抛弃你们，我这身后的300辆大车，装的就是能把外面那些蛮子送回老家的军需。可是你们连兵器都没有啊！谁说没有兵器？李斯，让兄弟们抄家伙。是。行了，别一副天塌下来的表情。你们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城中粮草早已断绝，将士们连树皮都啃光了。这3天全靠喝着护城河里的泥水硬撑着。这怎么行？饿着肚子怎么看戏？李斯，传我的命令，先不上那些重家伙，把咱们带来的1号补给车拉上来，把家伙事儿都搬到城墙上去。今天少爷我做东，犒劳3军。大帅，城里刚才好像进了一批人。进了一批人？多少兵民？回大帅，不到1000人，看打扮不像是正规军，倒像是来送饭的伙夫。他们推着几百辆大车进去了。哈哈哈哈！大宁朝是真没人了，派几百个伙夫来救场，传令全军饱餐战饭，半个时辰后全军压上，一举踏平镇北关。今晚本帅要在镇北关的将军府里喝酒。点火，烧油，下锅，下底料，13香准备。熟了，出锅！兄弟们，别愣着了，放开肚子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看烟花。这批虾肉质紧实，绝了！将军，这红色的虫子壳太硬了，怎么吃啊？去头去尾，吃里面的肉。笨，顺便把那个汤汁舔干净，那可是精华。太好吃了，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这辣味够劲儿，这到底是什么仙家美食啊？这是什么味道？为何如此异香扑鼻？大帅，您看城墙上。城下的兄弟们，远来是客。我沈某人在城头设宴，吃的是麻辣小龙虾，喝的是冰镇大麦日，味道绝美，香飘10里。要不要上来一起整点啊？那是空城计，他们已经没有武器了。长生天的勇士们，大宁人已经是强弩之末，冲上城头，杀光他们，夺下那仙家美食和美酒，全军冲锋！全军准备迎敌，与镇北关并存亡。哎，王将军，别激动，坐下，接着吃。兄弟们，吃饱喝足了，把咱们从沼泽地拉来的特产亮出来吧！给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子放一场大宁朝有史以来最绚烂的烟花！沈大人，敌军已经进入抛射射程了，您那些拿着管钳的兄弟到底能不能行啊？急什么？让子弹……哦不，让马儿再跑一会儿。李斯，在，少爷。传令下去，揭盖布，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上大菜。沈大人，这些铁疙瘩是何物？这叫高压物理说服器。预备！大宁人被吓傻了！勇士们，第一个冲上城头的，赏金1万两，封万户侯！发射，给老子点火！大宁第一帅，今天教你们一个道理：开罚。救火！快用水灭火！王正天啊，这
火不怕水，石头在燃烧，连沙土都在燃烧，这是地狱的业火，是火神降下的神惩啊！大宁怎么会有这种怪物？大帅，撤吧！战马已经完全失控了，勇士们全被吓破胆了，再不退，大家都要被这神火烤熟了呀！全军放下武器，后撤5里步，后撤10里，派人去城门递交降书，我们认输了。大帅有令，放下武器，全军后撤10里。舒坦蛮子，跑路就跑路，叫唤那么大声干嘛？吵得本少爷连吃只小龙虾的雅兴都没了。王将军，别愣着了啊！你看他们连刀都不要了，显然是吓饱了。赶紧派兄弟们下去，把那些兵器、石马什么的捡一捡。这可都是能换钱的废铁啊！还有，记得派人去告诉完颜洪投降可以，让他亲自过来把这顿烧烤的钱给结了。发财了，少爷，咱们发大财了！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沈大人说吗？再去捡破烂啊！谁捡到就是谁的。这北方到底还是稍微干了点，虾的个头虽然大，但肉质还是不如江南的细腻啊。少爷，大发现了！你捡到什么宝贝了？激动成这样。刚才老李带人冲进了那苍狼国统帅完颜洪的中军大帐，那老蛮子跑得太仓促，连床铺底下的暗格都没来得及关。这盒子就是从那暗格里抠出来的，看这做工，里面绝对装满了金条。金条？就这破盒子能装多少金子？还不够本少爷在京城喝3个月花酒的。一堆破纸，还以为多大个宝贝。等等，沈大人，这信封上的印泥是大宁朝廷内阁专用的红顶火漆。哦，有意思，真是有意思。沈大人，信上写了什么？国贼，这个猪狗不如的老子！难怪我们死守了这么久，朝廷不仅一粒粮食都不发，连一封回信都没有。几万兄弟啊，几万个大宁的好儿郎，就因为这老贼的一封信，活活饿死，战死在这城墙上。魏渊，我定要将你杀万段！杀回京城，剁了那老贼！兄弟们不能白死！行了，别嚎了。沈大人，您难道不生气吗？这老贼不仅要卖国，他这是明摆着要借蛮子的刀杀您啊！生气？我为什么生气？我原本还在发愁，魏渊那老狐狸在朝堂上根深蒂固，就算我这次打赢了回去，他要是耍赖，死活不把朱雀大街那10间商铺交给我，我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个铁盒子，魏家那个老东西不仅要把商铺乖乖的吐出来，他还得把整个魏家的100年基业，连同他自己的那颗项上人头，打包送到本少爷的手里。王将军，想报仇吗？末将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手刃此贼。用不着粉身碎骨的嘛。去，让你手下的兄弟们赶紧把战场打扫干净，把那些战马和兵器都打包好。咱们在这破地方耽误的时间够久了。李四，传令下去，全军生火，剩下的羊排全给我烤了。兄弟们饱餐一顿，装车。吃完这顿烧烤，咱们班师回朝，去给魏城府送终。陛下，北境至今毫无消息，老臣斗胆揣测，镇北关恐怕已经凶多吉少。那10万苍狼铁骑何等凶残！沈他毕竟虽然身怀奇术，只带了几百个手无寸铁的民夫，老臣只怕沈大人他已经为国捐躯了啊！报！800里加急，镇北关特捷！
大捷，这怎么可能？启禀陛下，沈大人在镇北关外祭出仙家神火，敌军统帅完颜不战城墙，丢弃兵器，战马无数，仓皇逃窜。我军未损一兵一卒，大获全胜啊！好啊！朕就知道沈四这小子是个俗将，快宣他进殿，亲要自为他接风洗尘。回陛下，沈大人他已经在殿外候着了。快宣！臣沈四参见陛下。这马车坐得太久，路上有点无聊，就让兄弟们烤了点肉串打发时间。陛下要不要来一串？刚烤好的，还热乎着呢。陛下，此人殿前失仪，狂妄至极。他带了几百个民夫，怎么可能退得了10万铁骑？这其中必定有诈，说不定是他与苍狼国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卖国交易，故意谎报军情，来骗取朝廷封赏。没错，他连一丝血战的痕迹都没有，甚至还在吃烤肉饮酒，哪有这样打仗的将领？这分明是视国军更纪为继儿戏，请陛下严查。沈四，魏首府所言，你作何解释？魏首府，你这倒打一耙的本事，比你家卖的劣质蜡烛还要恶心。你问我怎么赢的，我靠的是脑子。至于你说的卖国交易，李四，把本少爷带回来的特产给咱们首府大人呈上来。是。这是何物？回陛下，这是臣在苍狼国统帅完颜洪的中军大帐里缴获的绝密文稿。魏守谷，这上面的红顶火鸡，还有这字迹，你不会不认识吧？李公公，把信给朕呈上来。老贼，你竟然为了私血出卖镇北关的副防土！你竟然要联合外敌，在乱军之中谋杀朝廷命官！你魏家这些年竟然背着朕，向苍狼国走私了这么多金铁和粮草！朕的镇北关将士在前面饿着肚子死守城池，你却在后面拿着大宁的江山去跟麻子做交易。魏渊，你真该死！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这都是我父亲一人所为，微臣不知情啊！闭嘴，你这个孽畜！哈哈哈哈哈哈！来人，传旨锦衣卫，即刻查抄魏府。遵旨。慢着，陛下息怒，微臣以为就这么把他们杀了，实在是太暴殄天物，简直是对大宁朝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啊！沈爱卿，此等叛国之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你还想如何？陛下，你想啊，微臣那沼泽的油田现在正处于产能扩张的关键时期，虽然有蒸汽机和抽油机的图纸，但基础的打井和采药板的工作，还是需要极其庞大的人工劳动力的。魏家上下男丁数百口，个个吃得膘肥体壮，直接砍了，那也就是一刀的事，便宜他们了。不如把死罪免了，改成终生强制劳动改造，把魏家9族所有的成年男子全部发配到微臣的死亡沼泽去当苦力，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余生来洗刷他们背叛大宁的罪孽，顺便还能给朝廷省下一大笔招工的银子，岂不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沈四，你这恶魔，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好一个劳动改造！哈哈哈，就依沈爱卿所言，将魏家男丁全部发配死亡沼泽，终身苦役，至死方有。陛下圣命。沈爱卿啊，你此番退敌有功，又替朝廷揪出了国贼，实乃我大宁第一功臣。朕必须给你一个让你足以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的顶级封赏。陛下，那个微臣的封赏不是已经说好了吗？魏渊刚才可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答应了永宁了，朱雀大街那时间最繁华的商铺就归我了。皇上您金口玉言，只要把那地契给我就行，别的我啥都不要。区10间商铺，怎能彰显沈爱卿的盖世奇功？魏渊倒台，这内阁首辅之位便空悬了。放眼满朝文武，唯有惊天伟地之才。传朕旨意，即日起自为大宁朝内阁首总揽朝政，刺穿蟒袍，紫禁城骑马。不仅如此，朕最宠爱的昭华公主才貌双全，与你正是天作之合。朕今日便为你2人赐婚，则即日完婚。从今往后，当朝首辅更是朕的乘龙快婿。双喜临门，沈首辅，
还不快快谢恩？造孽啊！陛下，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陛下，明天微臣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败家子啊！微臣有隐疾，得了一种叫早起就会死的绝症，每天如果不睡到日上3叹，微臣就会头晕眼花、心律不齐，甚至有猝死风险啊！还有昭华公主，那是9天仙女下凡。微臣这种满身铜气味、只会吃喝玩乐的俗人，怎么配得上公主殿下？万一以后微臣去勾栏听曲，被公主打断了腿，大宁岂不是要痛失一位科技吉人？为了大宁的未来，这婚千万不能结啊！沈爱卿此言差矣，你有早起隐疾，无妨。朕让太医院的院判每天12个时辰贴身跟着你，随时为你针灸提神。实在不行，内阁的脂房里，朕特意命人给你铺一张最软的床，你躺着批阅奏折也是可以的嘛。至于昭华，他向来倾慕英雄，你此番退敌10万，他对你可是赞不绝口。朕已经下旨，他不会干涉你的个人爱好，只要你每天把内阁的事务处理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这总行了吧？可是陛下，没有可是，圣旨已下，绝无更改。礼部即刻看吉日，3日后便是沈爱卿接任首辅与大婚的双喜之日。来人！沈首辅连日劳顿，身体抱恙，为了确保3日后的大典万无一失，你们即刻护送沈首辅回镇国公府休养。没有朕的旨意，沈首辅不得踏出府邸半步，连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进去打扰他。陛下，你不讲武德，你这是压榨劳动力，我要抗议！放开我，我还没同意呢！疯了！老登这是要把我往死里用啊！每天凌晨4点起床上朝，那叫人过的日子吗？还有那个昭华公主，看着娇滴滴的，一发起火来能把桌子掀了。这娶回家哪里是老婆，分明是个全石头的监工。我穿越过来是享受有钱有闲的资本家生活的，不是来给封建帝王当007牛马的。少爷，您别转了，转得我头晕。少爷，这可是首辅和驸马，咱们沈家算是彻底光宗祖了。等您结了婚，小的就是相府大管家了。滚！你懂个屁！东西拿来了吗？拿来了。少爷，您慢点吃，没人和您抢。我操，有了！少爷，您又怎么了？自由，本少爷的自由有了。李四，我问你，皇上派兵围了咱们的府邸，那咱们头顶上有没有人围着？少爷，您气糊涂了吧？这天上怎么围？那皇上还能派天兵天将飞在天上守着您不成？对啊，天上没人守。既然陆地走不通，那本少爷就给他们表演一个原地升天。传我的命令，立刻把后院那个用来存放布匹的超大库房给我清空，任何人不准靠近。去把咱们府里手艺最巧的藤编工匠叫来，裁缝也叫到库房来，还有精通金属锻造的老王，告诉他们，少爷我有绝密任务，干得好，每人赏银100两。另外，去库房里把天一阁最新染出来的那一批还没裁剪的防风声丝绸缎给我全搬过去，还有把咱们用来烧玻璃的那套高压煤油喷火装置，以及几桶最纯净的煤油，全都给我运到后院来。少爷，您要这些东西干嘛？防风绸缎、藤条、喷火机，您这是要扎个超大号的孔明灯去祈福吗？祈福？祈个屁的福！本少爷要造一艘能装下人的船，一艘能带我飞出这个牢笼，摆脱早起打卡命运的大宁第1号飞天热气球。皇帝老儿，你以为500个带刀侍卫就能困住一个掌握了流体力学和热胀懂缩原理的现代灵魂？3天后的大婚和册封大典，见鬼去吧！老子要上天了！少爷，真的能飞起来吗？把妈字去掉，这叫热气流浮力学说。李四，
本少爷走后，要是老邓问起来，你就说我得道飞升了。时辰已到，血烂手。少爷，你一路保重啊！什么声音？不好，后院有异动，给我冲进去！沈神父人呢？刚才那巨大的轰鸣声是怎么回事？统领大人，少爷他上天了！上天？你敢说？这是人仙！皇帝老儿，你想让我当首辅？你想让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打卡上班？你想让我娶个母老虎，天天管着我，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没有我沈四解不开的局，这大宁朝的牛马谁爱当谁当。本少爷要去江南水乡买几个庄园，天天吃香喝辣，过我的资本家退休生活去了。为了自由，干杯！完美，这才是人生啊！太神奇了！父皇您快看，我们真的飞起来了，这比骑马还要平稳，而且还能看到整个京城的全貌。确实精妙绝伦。沈爱卿的奇思妙想，总是能让朕大开眼界。怎么了，沈爱卿？看到朕和公主很惊讶吗？你这烤肉闻着甚香，正好夜里风大，给朕和公主也来几串尝尝。那个黄色的冰水，给朕也倒一杯。好吃。你这登徒子虽然不务正业，但这手艺确实天下无双。等大婚以后，你每天都要烤给本公主吃。沈爱卿，你这飞天神顶都这样的平稳啊，确实不错。朕坐在这江山之上，俯瞰万里江山，心胸大慰。不过现在时辰也不早了，马上就要到寅时了。既然咱们这么顺路，沈爱卿，不如你操控这法宝掉个头，直接飞到皇宫金銮殿的顶上降落吧。咱们翁婿二人顺便把今天的早朝给上了吧。陛下，微臣现在把这热气球扎破。